王桂英，你被裁了。李志强一脸冷漠地走到食堂，直接找到正在洗菜的王桂英。王桂英停下手中的活，转过身看着这个比自己小20多岁的人事经理，平静地问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李志强冷笑一声：公司现在困难，需要节省成本。你一个食堂大妈，一个月工资5000多，还有各种福利待遇，公司养不起了。我工作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王桂英的声音依然很平静。苦劳？李志强眼中满是不屑。你就是个做饭的，有什么苦劳可言？公司现在每天都在烧钱，必须把你们这些可有可无的人裁掉。我跟你说，光是裁掉你们食堂几个人，公司1年就能省下几10万。那行，既然要走，顺便把这20年的租金结一下吧。租金？李志强愣了一下，随即大笑起来。你一个食堂大妈说什么租金？脑子糊涂了吧？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王桂英默默地取下围裙，看了看这个工作了20年的食堂，转身离开。李志强还在沾沾自喜，以为会和他拉扯半天，没想到还走得挺痛快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王大妈，您真的要走了吗？小刘红着眼睛问道。是啊，人家不要我们了。王桂英收拾着自己的物品，动作很轻很慢，仿佛在告别一个老朋友。王桂英今年58岁，在这家公司的食堂工作了整整20年。20年前，她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38岁的中年妇女，头发乌黑，身材匀称。那时候公司还很小，只有几10个员工，食堂也就她一个人。她记得第一天上班的情景，董事长亲自把她带到食堂，和蔼地说：王姐，以后公司员工的1日3餐就靠您了。她当时很认真地点头，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大家吃好。这20年来，她看着公司从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人，从小楼搬到大楼，从一个不知名的小企业成长为本地知名的科技公司，而她也从一个人的食堂成长为管理10几个人的餐饮部门。王大妈，您做的红烧肉是我吃过最好吃的。小刘哽咽着说。是啊，王大妈，您教我的那些菜谱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另一个年轻的厨师小张也走过来。王桂英笑了笑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以后要好好工作，好好生活。这时李志强又走了进来，看到大家围在王桂英身边，皱着眉头说：都在这里干什么？该干活的干活，该走的赶紧走。李经理，王大妈在这里工作了20年，我们送送她不行吗？小刘有些不忿。20年又怎样？公司又不是慈善机构。李志强冷着脸告诉你们，这次裁员只是开始，如果公司业绩继续下滑，你们任何人都可能被裁掉。小刘和小张都不敢再说话，低着头继续工作。李志强转向王桂英，还没走啊？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马上就走。王桂英拿起自己的包。对了，李志强想起什么，你的工牌和食堂钥匙交一下。王桂英从包里掏出工牌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。这串钥匙她用了20年，上面已经有些锈迹，但每一把都擦得很干净。这是食堂的钥匙，这是冷库的，这是……王桂英一把一把地介绍着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。李志强不耐烦地拿过钥匙。你一个做饭的，能有多复杂？王桂英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当天下午，李志强就急匆匆地去向总经理陈建华汇报裁员情况。陈总，裁员工作进展很顺利，
李志强满脸得意：“我们这次一共裁掉了15个人，其中食堂5个人，保洁3个人，保安2个人，还有一些其他部门的。”陈建华点点头：“具体能省下多少钱？按照最保守的计算，一年至少能省120万。”李志强兴奋地说：“特别是那个食堂的王桂英，一个月工资5500，还有各种补贴，一年就是8万多。现在好了，直接省下来了。”王桂英，陈建华皱了皱眉：“就是那个在食堂工作很多年的大妈。”“对，就是她，工作了20年，以为自己多重要似的。”李志强不以为然：“说实话，现在外包给餐饮公司更便宜，我们何必养这些人？”他有什么反应吗？还能有什么反应？就是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要结算租金，估计是年纪大了，脑子糊涂了。李志强笑着说。陈建华若有所思，但没有多说什么。其实公司的经营困难确实存在，近2年来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，公司的利润不断下降，董事长压力很大，多次在高层会议上强调要控制成本。这次裁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。李志强作为人事经理，接到裁员任务后，第一时间就把目光投向了食堂、保洁、保安这些他认为不重要的岗位。在他看来，这些人技术含量低，可替代性强，正是裁员的首选对象。陈总，您放心，这次裁员我处理得非常妥当。李志强继续邀功，那些被裁的人都没有闹事，尤其是王桂英，虽然干了20年，但也知道大势所趋，很配合的就走了。你做得不错。陈建华心不在焉的回应。李志强心中得意，觉得自己这次立了大功。晚上回家，他还向妻子炫耀：“今天我一口气裁掉了15个人，给公司省了一大笔钱。特别是那个食堂的老太太，干了20年，还自以为了不起，结果还不是被我一句话就打发走了。”“你说的是那个王大妈吗？”妻子问。“我听你说过，她人挺好的，做菜也好吃。”“好什么好，就是个做饭的。”李志强不屑地说。“现在外面随便找个餐饮公司，服务比她好，价格比她便宜，我们为什么要养着她？”妻子摇摇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而此时的王桂英正在自己的家中静静地喝茶。她的家并不大，装修也很朴素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家。“妈，公司真的把您裁了。”女儿王小慧从厨房走出来，脸上满是愤怒：“太过分了！您在那里工作了20年，他们说裁就裁。”“算了，小慧。”王桂英平静地说，“也许这是个机会。”“什么机会？”“休息的机会。”王桂英笑了笑：“我也累了20年了。”“妈，您别这样说，您才58岁，还年轻着呢。”王小慧坐到母亲身边：“要不我去找他们理论理论？”“不用。”王桂英摆摆手：“让事情自然发展吧。”王小慧看着母亲，总觉得她今天的表情有些异样，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。第2天，公司食堂果然变了样。由于王桂英等人被裁，食堂的运营交给了一家外包公司。新来的厨师手艺一般，菜品质量明显下降，价格却比以前贵了不少。这菜怎么这么难吃？有员工抱怨，还贵了好多。以前王大妈做的菜又便宜又好吃。哎，王大妈真的不应该被裁掉。李志强听到这些议论，心中有些不快，但更多的是得意。在他看来，员工的这些抱怨只是一时的，过段时间就会适应。最重要的是，公司确实省了钱，这才是他的功劳。1周后，李志强收到了陈建华的表扬邮件，夸他在这次裁员中表现出色。
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。李志强心花怒放，觉得自己在公司的地位又提升了一个档次。他甚至开始考虑下一轮裁员还能裁掉哪些冗余人员。在他的计划中，保安可以再减少几个，保洁可以改为每周来2次，甚至前台也可以考虑裁掉，用智能系统代替。我就是公司的成本控制专家，李志强在心中得意地想着。然而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，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悄悄酝酿。第3周的周一早上，李志强正在办公室里向陈建华汇报近期的工作成果。陈总，自从上次裁员以后，公司的运营成本明显下降。李志强拿着报表，满脸自豪。仅仅食堂这一项，我们每个月就能省下3万多块钱。不错，陈建华点点头。正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了。进来，陈建华说。门开了，王桂英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走了进来，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脸上的表情依然平静。李志强看到她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已经被裁了吗？我来和公司结算一下账务。王桂英平静地说。结算账务？李志强冷笑。你一个食堂大妈，有什么账务要结算的？该给你的补偿金早就给了，还想要什么？不是要钱，是收钱。王桂英淡淡地说。这栋楼的租金，你们拖了3个月没给了。陈建华和李志强对视一眼，都有些莫名其妙。你说什么租金？李志强觉得王桂英是在开玩笑。你一个做饭的，管什么租金的事？这栋楼是我的。王桂英说着，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房产证，轻轻放在桌子上。李志强看了一眼房产证上的名字，王桂英，产权地址正是他们公司所在的这栋大楼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整个人开始颤抖。这不可能！李志强的声音都变了调。陈建华也呆住了，他拿起房产证仔细看了看，然后又看了看王桂英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还有租赁合同。王桂英又拿出一份厚厚的合同，20年前签的，每年租金100万，现在已经涨到了150万。这20年下来，总租金是2600万。按照合同条款，如果租户单方面解除雇佣关系，需要一次性结清所有租金。办公室里一片死寂。李志强感觉天旋地转，整个世界都在他面前崩塌。他一直以为自己掌控着公司的成本命脉，没想到最致命的那根线，他竟然一无所知，还亲手把它给斩断了。这个被他一口一个食堂大妈，被他亲手裁掉的老妇人，竟然是他们公司办公楼的房东。而且按照合同，他的裁员行为可能导致公司要一次性支付2600万的租金。王女士，陈建华的声音都有些颤抖。您是？我是王桂英，这栋楼的业主，也是你们刚刚裁掉的食堂员工。王桂英的语气依然平静，仿佛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。李志强感到天旋地转，他想到了自己这些天来对王桂英的态度，想到了自己那些轻蔑的话语，想到了自己在同事面前炫耀裁掉他的得意劲儿。就在这时，财务总监小赵像见了鬼一样，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，声音都在发颤。陈总，不好了！喊什么喊？这是公司，你以为是什么地方？有事儿快说！陈建华本就焦头烂额，被小赵这么一搅和，更是六神无主。然而，小赵接下来说的话，竟让李志强彻底瘫了，腿一软，直接跌坐在椅子上。我需要立即联系董事长。
陈建华急忙拿起电话，手都在抖。10分钟后，董事长匆匆赶到了办公室，但他对王桂英的态度更是让陈建华和李志强目瞪口呆。法务部刚刚发现，咱们的办公楼租赁合同里有一个特殊条款。什么条款？陈建华的声音都变了调。如果租户单方面解除与业主的任何雇佣关系，需要按照违约处理，一次性支付剩余年限的所有租金。小赵急得满头大汗，按照合同还有10年到期，就是1500万。看到王桂英，他的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。王董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董事长一进门就急忙上前，态度恭敬地让陈建华和李志强目瞪口呆。老刘，我来结算一下租金。王桂英的语气还是那么平静。还有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为什么公司要裁掉我这个食堂员工？董事长刘建国的脸色铁青，他转向李志强，眼中满是怒火。李志强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李志强已经站都站不稳了，他颤抖着声音问董事长：他到底是？他是王桂英，我们公司办公楼的业主，也是我们最大的个人股东之一。刘建国几乎是吼出来的。20年前，正是他的投资帮助公司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陈建华也傻眼了，他知道公司有几个重要的投资人，但从来不知道其中一个就是食堂的王大妈。董事长，我不知道。李志强的脸色惨白如纸。你不知道你就敢随便裁人？刘建国怒不可遏。王董为了体验员工生活，主动要求到食堂工作。你知道这20年来他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吗？王桂英轻轻摆手：老刘，别这么大火气，坐下来慢慢说。刘建国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心情，但看向李志强的眼神依然充满愤怒。王董，这件事是我管理不善，我向您道歉。刘建国诚恳地说。先说说租金的事吧。王桂英说：3个月30万，什么时候能结算？马上就结算。刘建国连忙说：陈总，立刻安排财务转账。陈建华赶紧点头，拿起电话联系财务部门。李志强站在一旁，整个人已经完全懵了。他想起这些天来自己对王桂英的态度，想起自己在同事面前炫耀的话，想起自己对他的轻蔑和不屑。王董，刘建国小心翼翼地问：关于您在食堂的工作，我喜欢做饭，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。王桂英淡淡地说：而且只有深入基层，才能真正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。刘建国点点头，他知道王桂英说的是实话。这20年来，公司的很多重要决策，王桂英都会从一个普通员工的角度提出建议，这些建议往往非常中肯和实用。那现在，刘建国试探着问：现在我被裁掉了。王桂英看了一眼李志强，理由是公司困难，需要节省成本。李志强的腿都软了，他想解释什么，但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李志强，刘建国转向他，声音冰冷：你说说，你是怎么做这次裁员决定的？李志强结结巴巴：我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食堂员工。你以为？刘建国的声音提高了8度：你不调查，不了解，就凭自己的以为来裁员？你知道王董这20年来对公司的贡献有多大吗？李志强摇摇头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20年前，公司刚成立的时候，只有30万启动资金，王董一个人就投资了200万。刘建国说，后来公司扩大规模，又是王董提供了这栋办公楼，
租金远低于市场价格。更重要的是，刘建国继续说道，王董不仅仅是投资人，更是公司最好的顾问。他在食堂工作，能直接接触到各个部门的员工，了解公司运营的真实情况。他提出的很多建议都帮助公司避免了重大损失。李志强听着这些话，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深渊。去年公司要投资那个互联网项目，是王董在食堂听到技术部门员工的私下议论，发现了项目的重大漏洞，提醒我们及时叫停，避免了上千万的损失。刘建国的话如雷贯耳。前年公司的供应链出现问题，也是王董通过和食堂送货员的聊天，发现了问题的根源，帮助我们及时调整。每说一句，李志强的脸色就更白一分。他开始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。王董，刘建国转向王桂英，诚恳地说：“这次的事情是我们管理不善，我向您正式道歉，希望您能继续在公司工作，继续指导我们。”王桂英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老刘，20年了，我也累了。”刘建国心中一紧，王董，您的意思是我想退休了？王桂英淡淡地说，不过在我正式退休之前，希望公司能对这次裁员事件进行深刻反思。他转向李志强，李经理，你觉得这次裁员决策有什么问题吗？李志强浑身颤抖，他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完了。王董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不调查就做决定，我不应该对您那样说话。你的错不在于裁掉了我。王桂英打断他，你的错在于你的工作方式和态度。作为人事经理，你应该了解每一个员工的情况，而不是凭印象和偏见做决定。你应该尊重每一个员工，而不是因为职位高低而区别对待。李志强连连点头，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。还有，王桂英继续说，公司的困难不是某几个员工造成的，裁员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。你应该想办法提高效率，改善管理，而不是简单粗暴的裁人。刘建国在一旁连连点头，王桂英的话句句在理。王董，您说得对。刘建国说，这次事件暴露出我们管理上的很多问题，我决定公司要重新审视这次裁员决定，凡是不当裁员的都要请回来，并给予补偿。老刘，你不要因为我就改变公司决策。王桂英说，公司确实有困难，适当的人员优化是必要的，但是一定要科学决策，公正执行。王董，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？陈建华忍不住问道。王桂英想了想，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员工评估体系，不能凭主观印象来评判员工的价值。其次，要加强内部沟通，了解员工的真实想法和建议。最后，要把成本控制和企业发展结合起来，不能为了省钱而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比如食堂，表面上看是成本中心，但实际上承担着员工福利和信息收集的重要功能。一个好的食堂能提高员工满意度，降低流失率，这本身就是在为公司创造价值。刘建国听得频频点头。王董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们之前的思路确实有问题。这时，财务经理匆匆跑进来，董事长，关于违约金的事情，我们和法务部门计算过了，按照合同条款，确实需要支付1500万的违约金。王桂英摆摆手，算了，不用付违约金了，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。刘建国看向李志强，脸色依然严肃。李志强，你作为人事经理，
这次事件暴露出你在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，公司决定暂停你的人事经理职务，调到其他部门接受考察。如果你能深刻反思，改正错误，公司会给你改过的机会。但如果你依然我行我素，公司不会再容忍。李志强知道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了，连忙点头：董事长，我一定深刻反思，改正错误。王董，刘建国转向王桂英：关于您的退休，我会在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后再正式退休。王桂英说：食堂的工作虽然看起来简单，但要做好并不容易。我希望能培养出真正负责任的继任者。太好了，刘建国松了一口气。那您看，现在食堂的情况，外包公司的服务确实不太理想。王桂英说：员工们都有意见，我建议恢复自营食堂，但要改进管理方式，提高服务质量，一切都听您的。刘建国连忙说。王桂英站起身：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开始我会重新回到食堂工作，直到找到合适的接班人。王董慢走，我送您。刘建国亲自送王桂英出门。等王桂英走后，办公室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李志强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依然惨白。他想起这些天来自己的得意洋洋，想起自己向妻子炫耀的话，想起自己对王桂英的轻蔑态度。陈总，李志强颤抖着声音问。王董，他真的是？是的，他是公司最重要的投资人之一，也是我们最尊敬的前辈。陈建华叹了一口气。志强，你这次真的闯大祸了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李志强欲哭无泪。不知道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陈建华严肃地说，作为人事经理，你应该对每一个员工的背景有基本的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应该因为职位的高低而区别对待员工。李志强点点头，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错误。下午，消息传遍了整个公司，员工们得知王大妈竟然是公司的重要投资人和办公楼的业主时，都震惊不已。我就说王大妈不是普通人，小刘激动地说，她平时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智慧，原来真的是大人物。李志强这下完蛋了，居然敢裁掉王董。有人幸灾乐祸，王董人真好，换做别人，李志强早就被开除了。是啊，王董不仅没有追究，还为李志强求情，让公司给他改过的机会。第二天，王桂英重新穿上围裙，回到了食堂。员工们看到她都非常高兴。王董，您回来了。小刘兴奋地说，叫我王大妈就行。王桂英笑着说，在食堂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。王大妈，您真的是我们的榜样。小张崇拜地说，有钱有地位，还能放下身段来做最基础的工作，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王桂英认真地说，每一份工作都值得尊重，每一个努力工作的人都值得尊重。从那以后，公司的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，管理层开始更加重视基层员工的意见，员工们也更加团结和谐。李志强被调到了行政部门，从管理岗位变成了普通员工，虽然收入降低了，地位也下降了，但他没有怨言。这次事件让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，他决心重新开始，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员工。3个月后，李志强主动找到王桂英。王大妈，我想向您道歉。李志强诚恳地说，不是因为您的身份，而是为我之前的态度和做法道歉。王桂英停下手中的活，看着他，你觉得自己错在哪里了？我错在没有尊重每一个员工，错在凭主观印象做决定，
错在把职位高低当作衡量人价值的标准。李志强认真地说。王桂英点点头，能认识到这些，说明你真的在反思。王大妈，如果公司愿意给我机会，我想重新回到人事部门，我保证我会用心对待每一个员工，公正处理每一件事情。李志强说，这个要看你的表现。王桂英说，不过我可以向董事长推荐你，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李志强感激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谢谢您，王大妈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自己的努力和改变。王桂英说。半年后，李志强重新回到了人事部门，不过不再是经理，而是普通的人事专员。但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对每一个员工都平等对待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。而王桂英依然在食堂工作着，她找到了合适的接班人，但她说还想再干2年，直到60岁再正式退休。为什么要在食堂工作这么多年？有记者采访她时问道。因为这里能让我看到最真实的公司。王桂英说，坐在董事会里，听到的都是漂亮话，在食堂里才能听到员工们最真实的想法。您后悔被裁员吗？不后悔。王桂英笑了。这件事让我们公司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，尊重每一个员工，了解每一个人的价值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现在这家公司已经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，不仅因为业绩优秀，更因为企业文化和谐，员工流失率很低，工作满意度很高。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那次看似普通的裁员事件。王桂英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地位的高低，而在于对人对事的态度。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表面的光鲜，而在于内心的品格。这就是王桂英的故事，一个关于尊重、理解和成长的故事。它让所有人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小人物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，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都有自己的价值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